当我睁开眼睛时，耳畔挤满了纷乱的警告：请所有学生在7点45分之前进入教学楼，否则你将会成为学校食堂的午餐。喇叭声震耳欲聋，其中的内容更是让我后背发凉。把学生做成午餐，什么意思？听着交杂不断的广播，我忍不住有些发愣，瞥了眼墙上，时钟已经指向了7点40分左右的位置，而我的身上正穿着蓝白相间的校服。可我不是早就走出社会，工作了7、8年了吗？我将目光挪向窗外，对面果真立着一座高大的教学楼，外部涂抹着红色的油漆，似乎是临时涂上，此时尚未完全风干，既流动又粘稠，就像是淌满了鲜血。带着一腔不解，我下楼去查看，慢慢靠近教学楼，身旁有着许多和我一样茫然的人。直到钟声响起的那一刻，我才刚小心翼翼地踏上楼梯。7点45分到了，我转头看去，那些尚未来得及踏入教学楼范围的人，全都化作一声巨响，噼里啪啦地齐齐爆开，一件件校服被扯得稀碎，飘扬在空中。因为靠得太近，血溅到了我的脸上。看着一台台机器开始收集地上掉落的食材，本还残留着一丝睡意的我骤然清醒。午餐真不是开玩笑的。刚踏进教学楼的走廊，第二轮广播声便当即响起，同样带着刺耳的词音，似乎要刮破耳膜。请所有学生在8点前自由选定教室，坐下开始听课。一旦进入上课时间，尚未进入任何一间教室者，将会成为学校食堂的午餐。上课铃声响起之前30秒，老师们会在黑板上写下各自教室的规则，请严格按照规则执行，否则同样会成为学校食堂的午餐。听着周边无数个喇叭不断重复着这3句警告，我感觉头皮略有些发麻。虽然仍处于很懵的状态，但鉴于之前教学楼外血腥一幕的恐吓，我还是决定赶忙照做。跟随广播的指引能不能活命，我不知道，但是违反他的命令，绝对是死路一条。随意在走廊里徘徊了1分多钟，我并没有在众多教室之间找到任何规律，全都是半掩的门，30套整齐的桌椅和一位沉默不语的老师。老师们虽然长相不一，穿着各异，脸上表情却出奇的一致，冰冷地盯着台下，不会因为任何人的进出而有所变化。可以说，每一间教室的气氛都诡异至极。按照广播的说法，每间教室都应该有着自己的规则，所以绝大多数人都在走廊上不停观望，企图挑选出自认为最好的教室。我草草看了几眼，确认全都一模一样之后，放弃了靠玄学论高低的想法，直接就近找了间教室坐下，默默坐到最后一排的边缘，静静等待上课铃声的到来。而直到倒计时1分钟的预备铃响起之后，才有大批观望者鱼贯而入，纷纷涌进教室，很快把位子填满。眼看墙上时钟仅剩30秒时，老师终于起身，面无表情地拿起一支白色粉笔，开始在墙上书写规则。老师的动作很慢，一笔一画极为考究，简直像是印刷体，似乎是掐准了时间，直到上课铃正式响起的那一刻，他才刚好写完最后一画，把粉笔放回了笔盒里。待他转身走开，我们终于看清了规则的全部内容。教室规则：本教室需提前5分钟落座。规则一出，整个教室顿时陷入了一片慌乱，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卡着最后1分钟进来的。或许是为了在死亡面前做最后的挣扎，一个肌肉壮硕的男人猛然站起身来，用力拍碎脆弱的木桌，举起一片锐利的残片木板，恶狠狠地看向所有人。各位，为什么要听这什么破老师的规矩，跟他拼了？随后他便举起木板，冲向已经坐定的老师。乱象突生，教室里传出了不少女生的尖叫。而此时的老师面无表情，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幕，翻动着手中的书本。果然，在即将靠近老师的最后一刻，壮汉的身体突然变得僵直，无法动弹。教室里的大喇叭在滋滋声后开启，补充一条学生行为准则：试图进攻或伤害老师的学生将成为学校食堂的员工餐。喇叭声落后，传出了轻舔嘴唇的声音。我们喜欢这样健壮又躁动的食材。话音一落，壮汉竟直接开始爆裂。不只是他，教室里所有卡点进入的人都纷纷炸开，砰砰声不绝于耳，我像是见证了一场惨红色的爆破现场。鲜血横飞，有几个幸存的女生忍不住撑着桌子干呕。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几台机器驶进教室，开始收拾残局。他们做事非常精准，甚至特意把壮汉的身体单独装存。而台上的老师就像是没看到这一幕，仍在自顾自地镇定讲课。这40分钟里，教室里的空气无限接近于窒息。下课铃声终于响起，老师非常及时地停止了讲课。教室门自动打开，吹进了走廊的风，血腥味极其浓烈。我既感到害怕，又忍不住松了口气。根据我的观察，貌似只要遵从了黑板上的规定，就不会有什么大碍。哪怕全程没有听进去老师讲课的内容，也没出现任何问题。正当我松了口气，走出教室的时候，教学楼里又传出了新的广播：恭喜各位还活着，可以继续听课。本校学生共有3000名，在第1堂课结束后还剩800名。可以预见，今天食堂的午餐将会非常丰盛。听到这里，我的心咯噔一跳。不知道别的教室都是些什么规则，
但这个死亡率实在是有些吓人了。当然，这个数字应该也包括那些没来得及在7点45分之前进入教学楼的人。课间将有20分钟休息时间，请各位不要浪费，可以在操场、食堂、健身房、棋牌室等地方好好放松心情，迎接下一堂课。本教学楼共有9层，除开第5层是食堂和娱乐间以外，其余8层均为教室，请不要在相同的楼层参加2堂课，否则将会成为似乎是在撩拨我们的紧张心绪。他在这里轻轻地做了一个停顿，可不用他说，我们也知道他会讲出什么。学校食堂的午餐。听完这话，我立马开始动身，前往第2层，在靠近楼梯的第一间教室，直接进入坐下，默默等待上课铃声的到来。有了上一堂课的教训，我不太敢卡着时间点落座。尽管知道每间教室都各有各的规则，但难免心有余悸。就这么煎熬地等待了足足10几分钟，终于等到预备铃声的响起，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多。当然，经过了第1轮的残酷淘汰，现在教室里不过坐了10来个人。最后30秒，老师在沉默中起身，拿出粉笔，开始在黑板上书写。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看着老师的笔记。教室规则，本教室不需要。就在老师书写规则的时候，我听到耳畔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鞋跟传出清脆的响声。等到只剩最后2个字时，一道身影总算是狼狈地挤进了教室。进门的是一个女孩，鹅蛋脸上浮着奔跑后的红晕。她仓促地钻进教室，险些摔了一跤。我递出一只手，总算让她扶住站稳，没有跌到地上。而此时，上课铃声刚好响起，老师的最后2个字也终于写完。他赶上了最后的几秒时间，顺利进入教室，松了口气的同时，冲着我微微一笑。看得出来，哪怕很慌张，但他还是保持着礼貌。可我转头看去的时候，却发现老师书写的最后2个字竟是表情。教室规则，本教室不需要表情。本来准备还女孩一个微笑的我，顿时僵住了脸。随着一声恐怖的尖叫响起，我身旁的女孩竟直接被劈成了2半，鲜红染满了我的眼眶。我的心里极度害怕，可看着黑底白字的黑板，尤其是那刺眼的表情2字，我明白，哪怕我的肌肉已经忍不住颤抖，我也不能害怕，绝对不能。恭喜各位还活着，可以继续听课。在第2堂课结束后，本校还剩220名学生。说实话，你们已经可以开始期待今天的午餐了。40分钟后，直到这道熟悉的声音伴随着下课铃声响起，我总算长长的吐了一口气。亲眼见到微笑的女孩在我身前1分为2之后，我不敢有任何表情，甚至不敢扯动面部肌肉丝毫。漫长的课程下来，我整张脸几乎都要忍不住抽搐了。惊魂未定之下，我扫了眼整间教室，本来坐着的10几个人，现在仅剩下2、3道身影，不断地喘着粗气。想要憋住40分钟不动声色，对于人的耐力和体力算是相当大的考验。尤其是当有人在自己身前爆成血肉时，很难能做到完全不动容。规则依旧，课间将有20分钟休息时间，请各位不要浪费，可以在操场、食堂、健身房、棋牌室等地方好好放松心情，迎接下一堂课。第3堂课将在10点准时开始，请不要在相同的楼层参加2堂课。食堂的肉库已经快要装不下了。紧绷了40分钟的我已经疲劳无比，只能昏昏沉沉地爬上3楼，随便找了间教室，直接趴到了桌子上。直到预备铃声响起，我才猛然惊醒。一抬起头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教室里竟然聚集了近20道人影。我坐在窗边，往周围探头看去，果然大部分教室都空空荡荡，仅仅零星坐着1、2个人。在淘汰率如此惊人的情况下，这间教室几乎承包了3楼1半以上的学生。慌乱的环境下，大部分人都难免想要靠近群体，抱团取暖。时间到了，讲台上的老师准时起身，拿出粉笔，飞快地书写本间教室的规则，虽然急促，却仍然工整，像是精准的机器人一般。教室规则：本教室在讲课期间需全程进行击鼓传花游戏。开始上课后，老师会递给最靠近讲台的同学一把刀，可往随意方向继续传递。老师低头读讲义时，请同学们保持传递，禁止停滞3秒以上。当老师声音终止，抬头之时，持刀之人需要在3秒内往自己身上刮一刀，否则淘汰。我还在忍着昏沉默读的时候，老师的诵读声已经随着上课铃声的响起，直接开始。第一个接过小刀的同学根本没有熬到3秒，而是在接手之后迅速扔到了后面的桌上。显然，他对于自刮一刀这件事情显得极为抗拒和恐惧，因为力道过大，小刀甚至在桌上轻轻旋转，险些划破第2排同学的手背。所有人看着这一幕，都忍不住憋了口气。这才是本堂课的第1棒，可别这么快就出了差池。好在第2位同学胆量大了不少，眼疾手快地抓住了旋转中的刀柄，总算是赶在3秒之前递出了刀。第3位同学显然镇定许多，接刀之后转身看着众人，冷静地竖起了手指，直到数出2个数字之后，才从容地把小刀递给了第4位同学。这无疑是给所有人打了个样。这堂课足足有40分钟之久，大家保持好冷静，尽可能稀释时间，才能最大化保全体力。数3秒怕有误差，数2秒是最稳妥的办法。随后的几人都学着他的法子，
尽量数满至少2个数，再递出小刀。本来慌乱的教室竟变得相当有序，而我处在第6棒上，本来也准备学着他的模样，冷静地默数2秒，可让我没想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。就在我接过小刀的那一瞬间，讲台上口沫横飞的老师突然抬起了头，他的瞳子漆黑深邃，紧盯着我的方向，喧闹声戛然而止。我愣住了，哪怕已经看了规则足足3遍，我还是在这一瞬间愣住了。我没有想到，第一个面临老师抬头的人竟然是我。无所适从的慌乱顿时涌上心头，我的手忍不住一哆嗦，竟让小刀掉到了桌上。赶紧回过神来，心里紧张万分，想要摸索刀柄的位置。3秒时间转瞬即逝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可在我即将绝望之际，一抹银光竟骤然从我眼前划过。我身旁坐了一位戴着厚眼镜片的中年男人，居然抢在我之前拿起小刀，在我的手臂上划了一道。这刀刃远比想象中锋利，带出了一大滩血液，痛感相当明显，差点让我叫出声来。但我艰难地憋住了声调，冲着男人表示了感谢。老师见状，始终保持着同样冷漠的表情，埋头继续读起了讲义。眼镜男当即轻声喊道：“愣着干嘛？快传出来！”我赶忙将刀递了过去，心有余悸。这一次和死亡只差了1线之遥。眼看刀慢慢传走，男人用食指在桌上轻轻敲动起来，用低沉的嗓音同我说道：“看来我赌对了，不一定要自己亲手刮出这一刀，只要是受罚者出了血就行。”对于他的冷静，我不免有些佩服，不自觉地接过了话茬：“感谢你的援手，我叫林长安。”“我叫一山。”他轻轻点头。“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前2堂课分别去了哪些楼层？”“1层和2层。”我回道。“你呢？”我先是一路观察，去了4层，随后去了2层，最后来的3层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看着黑板上的文字：“我有个想法，想要找人一起实验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一试？”面对这样一个十分冷静且救过我命的人，我想我很难拒绝他的提议。请讲。规则中有要求，不允许在同一个楼层上2堂课，你还记得吗？他轻轻开口。按照我的推理，很有可能每间教室的规则是一直保持不变的。为了避免我们一直用同一套规则过关，所以才要求我们必须更换楼层。我沉吟片刻，有道理。所以他的嘴角扬起一丝微笑。我们可以交换信息，分别告知对方4楼和1楼的教室规则是什么，稳妥地减去一关的风险，如何？没问题。1楼最靠近楼梯的那间教室，规则是所有人必须提前5分钟落座，违反者淘汰。竟然还有这种规则。他听完一愣，随即皱起眉头。虽然做起来十分简单，但据我所知，在第1堂课的时候，绝大多数人都处在犹豫不决的观望状态。是的，我点了点头。第1堂课，我们那间教室的淘汰率相当高，接近30人的教室里，最后仅有6、7个人活着走出来。多谢你的情报，若是没有人提前告知，这样的教室真是让人防不胜防。他推了推眼镜片。我第1堂课是在4楼上楼梯后，左手边第3间教室，规则是全程必须紧盯老师，禁止看向别的任何地方。随后他又有些担心地问道：“这样很考验一个人的注意力，毕竟1堂课有足足40分钟时间，你没问题吧？”看样子他似乎还惦记着我接刀发神的事情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放心吧，我的第2堂课同样是保持一个状态40分钟，我想我能挺过去。那就好，希望4堂课过去，我们还能再遇见。但愿。这1堂课看似凶险，却在大家的冷静默数和互相补救中，勉强算是安稳地度过了。足足有12个人活着走出了教室，虽然每一个人身上都带着或多或少的刀伤，但总算是见到了走廊外的阳光。我如释重负，和一山分别，踏上了前往4楼的阶梯。踏出楼梯口，走进左手边第3间教室，我安定地在角落里坐下，揉了揉眼眶之后，我伏在窗边，不停眺望着远处的白云，想要缓解视力疲劳。毕竟接下来的挑战可是要紧盯老师40分钟之久。随后，教室里前前后后走进来4、5道人影，广播里也无情地宣告着上1堂课的结果。在第3堂课结束后，本校还剩130名学生。相比于之前2轮远超半数的死亡率，第3轮的数字显得没那么触目惊心。一番静静等待之后，老师终于起身，在黑板上写下了规则。可当他粉笔不断落下之后，我不禁呆住了。他写的内容竟和一山所说的没有半点关系。根本不是什么全程紧盯老师，禁止看向别的任何地方。我相信一山若是想要我死，当时不就吓我便是了，不太可能用这种欺骗的手段加害我。所以说我们的猜测错了，哪怕同一间教室，每1堂课的规则也不尽相同。而这堂课的规则和上堂课类似，同样是一种游戏，盲人摸象。教室规则：本教室在讲课期间需全程进行盲人摸象游戏。开始上课后，老师将会蒙住双眼，同学们有5分钟的时间在教室里藏匿。5分钟之后，蒙着眼睛的老师将在教室内摸索，被摸到的同学将被淘汰。请注意，本场游戏的范围圈定在教室以内，任何人踏出教室的范围都将被淘汰。
待到上课铃声响起，老师顺势从兜里掏出一张黑色的手绢，缠到了双眼上。我扫了眼前后门照射进来的2道阳光，发现这是唯一一次没有自动关上教室门的课堂。那2扇门就像是2张狰狞的血口，勾引着即将走投无路的学生钻去。可以预想，如果有人为了逃避老师的摸索，跨出那道门，将会直接变成4件的血肉。我观察了许久，实在没发现这教室里有什么地方好藏的，只好借着2张桌子翻到了立式空调的顶上。幸亏我算不上重，能勉强在上面蹲稳。这里位置高，按道理来说最难被发现，而且一旦被靠近，还能飞跃下地，尽量拉开距离，以求重新躲避，算是个不错的藏匿点。随着5分钟倒计时结束，台上本来安静无比的老师突然凝出一道诡异的笑容，伸出双手。我屏住了呼吸。游戏开始后，我死死盯着讲台的方向。就在老师的脚下，讲台正下方就蹲着一个皮肤白嫩的少年。他不知是艺高人胆大，还是想要验证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竟直接躲在了离老师最近的地点。若按常人的游戏思维，被蒙上双眼后，恐怕还真会先试探性的往前摸索，而不是注意脚下的空间。等再找回来，都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。算得上一个不错的策略。只可惜，这位蒙眼的老师显然不是常人。他摸索的第一个地点正是自己的周边。所有人屏住呼吸，看着老师的双手不断靠近少年，直到即将贴近的那一刻，少年终于忍耐不住，急忙滑出几步，想要逃窜。谁知老师竟提前拦住了他的去路。无奈之下，他向后连躲几米，退到了门口。情急之中，他不小心把左手撑到了门外。随着一声尖锐的警报声响起，他直接原地炸开，变成了模糊的血肉。最靠近他的一位卷发女人看到这一幕，忍不住惊恐地喊了一句：“我靠！”虽然只是极小的声音，但仍然被老师敏锐地捕捉到。老师的身手十分矫健，明明蒙着双眼，却能以极快的速度在课桌间穿梭，一把拎出了藏在课桌底下的女人。雪花四溅，老师的笑阴森至极，嘴角几乎咧满了整张脸。找到你了！饮水机后，椅子下方。不到10分钟的时间，躲藏起来的同学们被陆续找到，哪怕是藏在垃圾桶里的小胖子也没能幸免。游戏才刚起了个头，1/3的进度都还没熬过，已经淘汰了大半，只剩下蹲在空调上的我和一个攀附在窗沿上的马尾少女。而老师也顺利完成了地面搜索环节，聪明地搜索起四周的墙壁和窗户。以他的矫健的身手和敏锐的感知，配合这样地毯式无死角的搜索，我很难相信我们剩下2人可以顺利完成整整40分钟的考验。这分明是个死局。眼看老师离那个马尾少女越来越近，我的心里也十分焦急。等他死了，很快就轮到我了。除非我能像蜘蛛侠一样爬到天花板上，否则教室里已经没剩几个空间了。我忍不住盯着黑板上的规则，不停在心里默念，想要像一山那样冷静思考。突然，其中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脑子里顿时冒出一个猜测。我骤然发现，这个游戏好像并不是想象中那样无解。看向紧张的马尾少女，她咬着牙，眉头紧皱，双腿几乎要开始颤抖。我赶忙把食指竖到嘴唇上，示意她不要发出动静。与此同时，我轻轻地脱下校服外套，缓缓揉成一团。在老师即将摸到少女身边的时候，我猛然一甩，被折成圆球的校服飞快地滚到地面，一路滚往后门的方向。老师的听觉相当敏锐，当即听出了这番动静的位置，飞快地穿梭在桌椅间，猛然扑向校服。在校服即将滚出门外之时，抓到了他。感知到那仅仅是一件衣服之后，他愤怒地将其扯成了几条。可蒙着眼睛的他并没有注意到，他的脚尖已经探出了门框。随着刺耳的警报声响起，老师化作了一团血沫，教室彻底安静了下来。距离下课还有20分钟，游戏提前结束了。你确定老师不会再出现了吗？少女看我跳下空调，随意坐下之后，也翻下窗沿，坐到了我身边。他都炸成那样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喘着粗气，转头反问。少女终于放心地点了点头，谢谢你在关键时刻救了我。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？你注意看，规则里说的是，任何人踏出教室的范围都会淘汰，可没有说不包括老师在内。我指了指黑板上的规则，时间不够了，这么让他找下去，我们一定会死，不如索性赌一把，让他出界。少女恍然大悟，看着黑板喃喃自语，沉吟了很久，才终于释然地吐出一口气来，扭头伸出了手，真是多亏有你，我叫姜子玉。我伸出右手，轻轻搭在他的指尖，林长安。这一幕和一山救我的时候竟然十分相似。不得不说，在这样艰难的考验里，保持冷静思考真的是极其重要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禁看向窗外，重重迷雾遮挡了所有视线，不知道此时身处1楼的一山情况如何了。规则并非固定，他恐怕也在面临着凶险的危机。恭喜各位还活着，度过了上午的学习时光。在第4堂课结束后，本校还剩60名学生。说了那么久的午餐终于来了。下课铃声响起，广播里传来了熟悉的腔调。
幸存人数从220锐减到60，看来不只是我们这里，每间教室的第4堂课都相当凶险。请各位同学在12点之前准时前往教学楼5楼的食堂区域落座，食堂大门将关闭，直到下午13点45分再度开启。午餐期间，食堂以外的区域会进行消除行动，未进入食堂者将成为学校员工们的晚餐。我瞥了瞥身旁的江子玉，食堂开启了，准备上楼吧。我要去楼道等一个人，要一起吗？他怯生生地点了个头。我们并肩而行，走到楼梯口上，注视着楼梯之间螺旋的空隙。足足等了10分钟，终于见到了那抹熟悉的镜片反光。12点，5楼食堂。随着时间截止，大门正式关闭。这里的面积很大，位子很多，上千条桌椅密密麻麻排布。只可惜，真正能坚持到饭点的，只有寥寥60人。我们3人找了个角落，默默看着穿梭来往的食堂员工。他们不停朝桌子上端来碗盘，哪怕远远没坐满，也把每一张桌子都塞得满满当当。趁他们上菜的间隙，我询问一山，我们猜错了，规则有变，你那边遇到了什么？我这边是打扑克牌。一山瞥了瞥旁边的江子玉，教室里只有3人，规则就是打一场扑克，一共10轮，积分最高者活命，其余人直接爆炸。随后他耸了耸肩，如你所见，我手气不错，只是脸上沾了太多血，清洗花了些时间。我摇了摇头，听起来似乎我们这边更加凶险。待我讲述了教室的规则和后续的发展之后，就连一山都不禁愣住了。这听起来似乎是个死局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甚至还带了个女孩出来。活路就出在规则里，我轻叹一口气。我猜测规则里所说的任何人出界都会淘汰，是包括老师的，于是想办法把他引到了教室外，好在成功了。听到这里，一山咦了一声，忍不住打量着我，发现规则改变之后，我还为你捏一把汗呢，没想到你居然变得这么有洞察力了。这个细节还真是不容易被发现，但一旦做到了，就能直接杀死这场游戏。正当我想要回应他的时候，喇叭声突然响起，钻进了我们的耳朵。各位，用餐时间到了。学校是相当人性化的场所，为了满足大家不同的饮食习惯，我们特意制作了3种不同的菜品。当然，选材统一是来自于你们的同学，大家应该都已经亲眼见证了。第一种是传统中餐，位于食堂东区，肉丝炒肉丝，除了调料以外，没有添加任何配菜，保证了荤菜的纯正性。第二种是特制西餐，位于食堂西区，各种熟度的肉排，滋滋的响，香气扑鼻，刀叉已经备好，可以随时开动。第三种是工业化熟食，位于食堂中区，统一搅碎，蒸熟定型，形状整齐，是名副其实的午餐肉。一上午的课程过去，想必同学们都饿坏了吧？接下来的时间，请各位自便。喇叭声结束，我呆愣地看着我面前是东区所谓的肉丝炒肉丝，一股呕吐的不适感已经在喉咙和胃管之间徘徊。一山是我们中看起来最冷静的人，他先是看了看眉头皱紧的江子玉，你吃吗？江子玉刚忙摇摇头，不吃不吃，我宁愿饿着。随后他又看向了我，开玩笑，这东西怎么可能吃得下口？我急忙摆手。一山撇了撇嘴，好吧，我也不愿意吃。说完之后，他起身离开东区，走向了中区，拿了3捆午餐肉回来，给我们一人分了1捆。我纳闷地看着他，不是说不愿意吃吗？当然不愿意吃。他把午餐肉塞进袋子里，但是现在忍得住，不代表一直忍得住。下午还有4堂课呢，你敢保证你的体力能够无限坚持下去？拿着它，虽然不一定用得上，但也是给自己留一线生机，活着受点恶心，总比死了强。听完这话，我和江子玉也不得不表示信服，赶紧把午餐肉揣进了兜里。一山看着中区，那里人影阑珊，而且若真是为了限定在中午吃饭，中西餐的搭配已经足够了，为什么要专门设置一个便携式的餐种？恐怕这个午餐肉也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。13点45分，食堂大门终于打开。小憩了1个半小时，我们3人的精神都振作了不少，直接踏上了前往5楼的楼梯，一路商量着后续的规则会是什么模样。随意挑选了一间教室之后，很快便有2名同样选定5楼的同学跟了进来。到了时间，老师终于在我们的注视中起身，平静地拿起粉笔，开始书写规则。教室规则：本间教室里存在着一支钢笔，伪装成了某个物体的模样。请在本堂课规定的时间里找到这支钢笔，否则所有学生一起淘汰。每个学生仅有15次触摸物体的机会，用满15次仍未找到钢笔者淘汰。规则写下之后，老师便转身回到座位上，开始默默诵读课本。这也代表着任务正式开始。找到伪装成任意物体的钢笔，看着黑板上的要求，我有些摸不着头脑。教室里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哪怕每人拥有15次机会，也很难把所有东西全部探索完毕。老师在台上冷漠地读着课本内容，更趁的时间紧急，僵持了足足5分钟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动手。最后还是一山先想出了主意，各位，我做提议。所有人的目光顿时向他身上汇聚。教室里的东西很多，钢笔很可能化身为任何一件东西。他摸了摸下巴，但总体而言，我们可以将它们分成2大类。
那就是批量的物品和特殊的物品。他顺势指了指一张张桌椅，桌椅就是批量的物品，而其他东西则是特殊的物品。姜子玉歪着头，似乎很是不解，区分它们有什么意义吗？一山看向他，当然有意义。这个钢笔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找不到，那它最大的特性就是隐蔽。而对于这些卖相完全一致的桌椅来说，它们的批量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隐蔽。小心翼翼地检验了所有桌椅之后，我们略有些遗憾，钢笔并没有藏在它们之中。不过这也能让我们顺利抛开对桌椅的猜测，全身心放到那些独立特殊的物品上。如今一人剩下3次机会，既然排除了同质化对我们的迷惑，那想要在这些各自独立存在的物品中隐藏，还是一山最早提出了建设性的想法。钢笔应当会具备一个重要的特性，那就是极容易被忽视。忽视，我念叨着这个特性，仔细扫视了一圈，最终得出了我的猜测。头顶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地方。找了张桌子垫脚之后，我摸到了天花板上的2台电风扇，很遗憾，都不是传说中的钢笔。我扫兴地落地，手里仅剩下最后一次机会。一旦摸到钢笔以外的任何东西，我就会当场爆开。我看向一山和姜子玉，希望恐怕只能放到他们身上了。没等他们俩动手，教室里另外2位同学已经迫不及待地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。其中一人鉴定了用来书写规则的粉笔和写着规则的黑板，这种和规则相关的东西很容易被人忽视。可惜他猜错了。另一人则是在地面上找到了2块极其细小的垃圾，从体积上说确实极容易被我们忽视。他同样也猜错了。姜子玉琢磨了半天，将手搭在了上一堂课的关键物品窗玻璃和空调上。很遗憾，同样判错。而被我们寄予厚望的一山，则是在思考了很久之后，把目光锁定到了讲桌和黑板上方的时钟。所有人都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，可钢笔仍未找到。我们5人不约而同地深吸了一口气。时间只剩下最后10分钟，每人的手里都仅剩最后一次机会。一旦找错了，就是当场爆开。最后一排的盆栽，教室角落的垃圾桶，叠在讲桌上的课本，掉落在讲台上的教棍，挂在墙壁2边的宣传画，老师屁股底下的椅子，最前方散落的扫把和拖把，剩下的东西何止5种，一旦找错，就是万劫不复。我们不停观察着在场的物品，思索着一山所说的忽视这一特性。显然，所有的物品都已经囊括进我们的视野，到底哪样是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呢？眼看时间逐渐流逝，在只剩5分钟时，其中一位小哥终于忍不住出手，一把摸到了老师一直坐着的椅子下面，随后便砰然爆开，血肉全部溅到了诵念课本的老师身上，他却毫不变色，依然自顾自地朗读。不知不觉，一股绝望的感觉笼罩在所有人的心头。时钟滴答滴答，已经到了最后1分钟，所有人都在脑中不停地比较，想要卡在最后时间点之前选定一个最后的目标。眼下的情况恐怕只能放手一搏了。幸存的另一个陌生小哥最先沉不住气，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我认为，所谓最容易忽视的，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在我们眼里最容易排除的东西。随后他走到垃圾桶的旁边，如果让你们非要在这些物品里选择的话，恐怕都会最先排除这个又臭又大、无比显眼的垃圾桶吧。所以我认为他才是那只隐藏的钢笔。说完，他立马狠狠拍向垃圾桶，砰！爆炸声响起，他化作了一团猩红。可就在他死后，我身旁的姜子玉却突然惊醒，看着最后只剩下20秒的时间，快步朝着讲台走去。我想到了，教室里有一个东西，它最隐蔽，最容易被我们忽视，也绝对会在我们进入教室的第一时间被我们排除。它具备蒙蔽我们的所有特征。说完，他轻轻走到讲台上，一把抓向一直在诵念课本的老师。老师竟化作一支钢笔，被他稳稳抓到手中。此时，下课铃声刚好响起。你的这波分析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走出教室，就连一向冷静的一山都不禁惊讶连连。在他的眼里，或许姜子玉就是个胆子不大的傻白甜，却能在最后的紧急关头跳出了规则的障眼法，选到了真正的目标。姜子玉脸颊泛红，指了指我，是林哥给我的启发。因为第4堂课时，他利用规则杀死了老师，我才敢把老师也算进钢笔隐藏的范围。在劫后余生的简单谈笑中，我们爬上6楼，听到耳畔广播的播报。在第5堂课结束后，本校还剩16名学生。本来到处能见人影的学校，如今已经是真正的人数寥寥，以至于在整个6楼始终都只有我们3人的身影。我们坐到教室里，好不容易等到了老师起身书写规则，可老师每多写一个字，我和一山的眉头就越是皱紧几分，因为那条规则看起来是那么的熟悉。教室规则：本教室在讲课期间需全程进行击鼓传花游戏。开始上课后，老师会递给最靠近讲台的同学一把刀，可往随意方向继续传递。老师低头读讲义时，请同学们保持传递，禁止停滞3秒以上。当老师声音终止，抬头之时，持刀之人需要在3秒内往自己身上刮一刀，否则淘汰。这正是第3堂课的规则，竟然在6楼重复出现了。虽然已经经历过这个任务了，
但我和一山还是忍不住冒出了一身冷汗。开什么玩笑！第3堂课的时候，教室里可是有接近20人的，一人平均吃个5、6刀，运气不好的来上10刀也能勉强过关。但现在教室里只有我们3个人，再这么平摊下来，每个人至少都要在自己身上刮出50、60道伤口。这小刀看着普通，却是相当锋利，能放出很多血来。5、6刀都够我吃一壶了，50、60刀是什么概念？和直接判死刑有什么区别？这要是孤身一人面对这个规则，岂不是自己给自己凌迟？姜子玉读懂规则之后，看着老师递出来的刀，手臂都忍不住有些发颤。他紧张地捏住我的衣角，林哥，该怎么办？我只好简单安抚了他2句，看了看后面的一山，可一山也同样眉头紧锁，一脸的凝重。老师显然不会给我们思考的机会，在坐下之后，直接把小刀递到了我的手中。游戏开始了。循着上一间教室里立下的规矩，我立起手指，默数2声，把小刀递给了身后的一山。一山也以同样的方式将小刀递到姜子玉的手里。姜子玉看我们2人分别做了示范，也立马明白了我们之间约定的规则，学着我们的样子，把刀递还给了我。在我刚接过小刀的时候，老师停下讲课，抬起了头。我眼疾手快，赶忙在自己小臂上划了一刀，鲜血绽开。老师满意的埋头继续讲课。我松了口气，又开始循环。仅仅是过了2手，刀才刚到姜子玉的手里，老师又抬起了头。姜子玉和我当初的反应如出一辙，也是忍不住呆愣了一下。我急忙抽过他手中的刀，在他雪白的胳膊上划开一道口子，鲜血横流，他差点叫出了声，眼泪在眼眶里不停打滚，但终究还是咬牙憋住了痛。在老师埋头之后，把刀递到了我手里。我的心里忍不住一沉，这个老师停顿抬头的频率，好像比第3堂课那位老师还要快上很多。这样下去，恐怕撑不到5分钟，姜子玉就挺不住了。连续机械性的走过几轮之后，我们3人的身上都难免挂了2、3道彩。我听到一山手指敲动桌面的速度越来越快，显然他也在不停思考，在击鼓传花的规则下，到底要如何活下去。3个人玩这个游戏，实在是纯粹的折磨。我递出小刀之后，目光就一直锁在规则文字上，在脑海里不停重新拼凑、组装。就在我头皮快要抠破的时候，我突然注意到了规则中的某个字眼，和第4堂课盲人摸象时十分相似。开始上课后，老师会递给最靠近讲台的同学一把刀，可往随意方向继续传递。随意方向，我的眼前仿佛突然亮起了一道光，这绝不是一个必死之局。等到再度接过姜子玉传过来的小刀，我猛然站起身来，把它放到了老师的讲桌上。老师所在的方向也在随意方向的范畴内。在讲课的他突然一愣，一脸呆滞地抬头看向我。做出了危险动作的我并没有爆炸，显然我赌对了。3秒结束，仍然一脸懵的老师变成了模糊的粘液。结束了，击鼓传花的鼓没了，这花也没有继续传递的意义了。手上足足挂了4道伤口的姜子玉终于再也绷不住即将崩溃的情绪，猛然扑到了我的身上，靠在我的肩膀上哭了起来。看着窗外的浓浓迷雾，我终于长出一口气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背。转头过去，一山同样一脸释然，正冲着我笑。恭喜各位还活着，可以继续听课。在第6堂课结束后，本校还剩7名学生，真是一个残酷的数字啊。播报里的人声略带调侃意味，我们3人在转角的厕所仔细清洗了伤口，互相搀扶着走到了7楼。待到我们入座，预备铃声已经拉响在半空中。老师起身书写规则，映入眼帘的前4个字竟不再是不断重复的教师规则，而是第一次出现了变化。全校统一规则，老师们的讲课持续1天，消耗极大，中午的员工餐难以满足他们的胃，请同学们各自对老师投喂1份午餐肉，回馈辛苦的他们。无法投喂者淘汰出局。看到这些字眼，我忍不住摸了摸口袋里的午餐肉。一山的预判真的神了，在中西餐之间鹤立鸡群的便携食品午餐肉果然有玄机。我忍不住长叹一口气，这第7堂课实在太戏剧性了点。说简单也简单，只是带1份午餐肉的事情；说难也是难到了极致。若是没有提前2个小时想到这个场景，将会只能面对绝对的死局。恭喜各位还活着，可以进入最后1堂课。很遗憾，在第7堂课结束后，本校只剩下3名学生。我们爬到8楼，走进一间教室，听着耳边故作遗憾的通知，我们也总算是知道了现在的情况。没错，整个学校已经彻底只剩下我们3个人了。8楼现在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孤岛。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，最后踏入的教室竟然并没有课桌椅，没有黑板，也没有老师，而是3个分开的隔间。喇叭声响起，他向我们阐述了规则。最后1堂课是人心的抉择，剩下的所有人都会被汇聚到同一间教室，参与这个游戏。当然，你们3个已经提前聚到了一起，并且互相知悉了对方的姓名，省去了很多步骤。3个隔间里各有1份纸笔，你们需要分别进入其中一间，写下一个名字，这个名字可以是在场的每一个角色。
待3人全部写完，所有纸上有名的角色都会被原地抹杀。相信我，这绝对是8堂课里最有意思的一堂，每个人都是定夺生死的大判官。学校的生活每天都在循环重复，来过的学生一批又一批，数不胜数，每次能走到最后一关的都是极少数，少的时候1、2位，多的时候也不过5、6位。而有史以来的最高存活记录是3人。当然，你们一共只有3人，就算你们全都写了同一个人的名字，也最多只能活下2人。好了，接下来请进入各自的隔间吧。请注意，不要有任何讨论人选的商议，否则将会剥夺你们进入隔间的权利，直接抹杀。来吧，测一测你们历尽磨难的人心。尤其是你们这种互相扶持、一路走来的小团队，最后做出的选择最让人兴奋。听起来是一场必定有人死去的局，而且我们不能提前商议人选，所以也不可能写下自己的名字，自愿成为牺牲的那一个。万一大家都这么默契，就直接团灭了。可我此时却并不慌张，反倒是在进入隔间之前很惬意的一笑，冲一山问道：“一山，你的观察是最仔细的，话说你有没有看到过这所学校叫什么名字啊？你问这个干嘛？就算是要死在这里，也得知道墓地叫什么名字，对吧？我早上起床之后就探出头看过了，这里叫猩红学院。哦，是吗？”我饶有兴致地勾起了嘴角，他们2人看着我，突然间和我相视一笑。走进隔间，我没有丝毫犹豫，提笔便在纸上写下了我的选择：猩红学院。教学楼突然开始剧烈颤动，我急忙钻出隔间，他们2人都完好如初。果然，他们懂我的意思。眼看教学楼岌岌可危，我们急忙往楼下跑去。我是第一个从废墟里爬出来的，可找了好久才把姜子玉和一山从废墟里扒出来。好在是被淹在了边缘，没人受重伤。面对最后一道考验，我们没人愿意做出残忍的选择，所以在我的刻意引导下，大家最后赌了一场大的。纸上可以写下在场的所有角色，可他似乎也并没有规定过学校本身算不算一个角色。一路走来，已经抓过了这么多规则里的漏洞，最后再抓一次又何妨？大不了就3个人一起死，反正也不可能找出心安理得的最优牺牲者。事实证明，我们赌对了。这个或许存在了很久很久的诡异学校，终于坍塌了。我们呼吸着终于自由的空气，头顶盘旋着看不到边的无穷迷雾，四下是无人的世界，只有一条空空荡荡的马路，不知道通向何方。但我们仍然高昂着头，并肩走上了马路，向看不到边的方向走去。虽然不知道迷雾的尽头会是怎样，但这个学校的恐怖终于彻底结束。